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傅首尔啊，一个脱口秀新人。杨笠鼓励我，他说：“你来吧，别害怕。根据我的亲身经验，这个台上没人干得过离婚女人。”哇！我一听我上头了，我想说我的优势这么的浅显而又明显吗？来了以后整个清醒，杨笠能有什么经验？根本没亲自离过，这几年甚至都没亲自谈过吧。杨笠不劝我，我也会来啊，因为以前我出门啊总是被认错。买咖啡，服务员说你那个脱口秀女演员，我说我没讲过脱口秀啊，他说不可能，就是你天天骂男人。我好爱听，哦，我一听好紧张，我说啊没有，我和男人一条心，我只是和伴侣同床异梦。他说哦对，你离婚了，然后问我陈露老师还好吧？最近呢开始收到一些正面评价，说半老徐娘突然有了风韵。果然啊，离婚是最好的医美。我不好意思说，其实和离婚没什么关系，就是医美了。我经纪人逼我去的，他说姐呀，人设和脸咱只能垮一样，你都垮。从我决定离婚，他就一直劝我，说就不能为了工作忍一忍吗？我理直气壮，我说姐的生活不能只有工作啊。现在轮到他理直气壮，前2天他问我怎么样，姐，现在连工作都快没了吧？活该。哎，我说你这话不对，你只能说我该，因为离完婚是真没活了。偶尔有一个是一个采访，我一看提纲就一个问题：傅首尔跟陈世美到底有什么区别？哎，我发现这个问题里面一加到底啊，就显得区别不那么大了，给我问住了呢。然后经过我深刻反思，我们俩还是有点区别的啊。我是离婚，陈世美是重婚。你说到底什么区别？法律上民事和刑事的区别。去年我那个离婚节目热播都看了吗？我亲戚也看了，我大姨半夜给我打电话说离没离啊到底？我说别问了，签了保密协议，6亲不认啊。我大姨说懂，炒作不会离的对吧？节目播完我真离了，我大姨又来了，说懂，搞流量，明年复婚对吧？我叹了一口气，我大姨说好了，不要管别人怎么说，大姨愿意做你 play 的一环。我只能说家人就是家人，他们的支持没有底线啊。网传老刘含辛茹苦供我读完了研究生，都听过吧？我在这里澄清一下，其实我只是个本科。我当时好想辟谣，但又很想假装自己真的是个研究生。我朋友说辟什么谣？一个造谣实现2个梦想，高学历花男人钱，多好啊！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我挺满意的，单身生活非常快乐。最大的烦恼呢，就是见老刘会被偷拍。整得我俩现在鬼鬼祟祟，见个面跟偷情似的。出道8年，我为前夫戴上了墨镜和口罩，我都觉得有点刺激了，是吧？没离时心如止水，离了倒想入非非了啊！希望大家不要再制造这样的氛围，因为众所周知，人家已经有人了，张硕。男人重组家庭就是快。我前夫觅得真爱之后啊，网友分外关心我的个人生活啊，都关心我什么时候官宣。有一天我发了一张跟我儿子的合影，有位网友说：“哎呀，总算想明白了，就该找个这么年轻的。”还有一些更离谱的绯闻，哎，纪凌尘大家认识吗？有个演员，前段时间跟他一起录了一个节目，我回看，看着看着，弹幕飘过一行字：“瘦下来的傅首尔和纪凌尘好暧昧啊。”因为我跟他很熟，我就跟他交流，我说：“你看，社会对女性要求多严格，跟你暧昧也需要先瘦下来。”哇，纪凌尘吓得倒退了5步，他说：“姐，姐，姐姐，别往心里去，咱俩怎么可能呢？”哇，你们有没有过这种经验？被男人拒绝，但是根本没有表白啊。主要这种事儿吧，就很难回，你不能说好的知道了，显得有点遗憾。
你也不能骂他一顿说做梦吧，我会跟你好啊，显得恼羞成怒。你更不能沉默，因为你如果什么都不说，他一定觉得你伤心了。我只好跟他说：“智者不入爱河，看好卡里余额。”啊，这句话跟老刘共勉。你怎么知道张硕是图你什么呢？哎，这个今天我前夫来到现场给我加油啊！我前夫的现任也来到现场给我加油。因为说了你很多段子，狠狠消费了你一把，但是我都是经过了张硕的同意的啊。哎，最后谢谢来现场给我加油，很庆幸我们还是好兄弟、好朋友。我觉得吧，真心希望彼此过得好，就是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感情啊。那今天呢，我也正式成为了脱口秀女演员，祝福我自己。谢谢大家，我是何超。谢谢大家，我是阎鹤祥。我没有想到啊，在一个比拼笑料的舞台上，相声的大旗摇摇欲坠。我的师弟们岌岌可危，少班主他高高在上。其实来这个舞台，我两个师弟可能是有一点紧张，我不紧张，因为我来这儿不是比赛的，我是来找人的。我搭档郭麒麟，我跟他爸都找不着他，就是但凡不是这种给钱的活，你都逮不着他，你知道吗？然后说点心里话吧，确实我没有想到跟大林搭档这么多年，有一天能站在一舞台上说笑话被他审视。我不开玩笑，我其实在那儿我很紧张，我一看到大林，我手一直在抠后边那个 LED 那个灯条，我紧张的手麻。后来发现那个灯条的漏电，你知道吗？真漏电，我摸一试试。这个导演组问我说：“大林来这个节目，你有什么看法？”我说：“没有看法。当年我们平起平坐，现在我 stand up comedy， 他 sit down police 了他。”很多脱口秀演员，包括单口喜剧演员，对我有一些了解，是因为我之前确实做过一些这方面的交流，我也发表过一些看法。我还是那个观点，我认为中国人说中国话逗中国人开心，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我老觉得单口喜剧将来可能也会卷出师承啊、门派啊，包括制式的大褂的服装，到那天单口喜剧就完了，你知道吗？没办法，大林，我再不这样，咱爷们儿折这儿了。今天我好，太猛了！你们以为大林来是当嘉宾的吗？他是替他爸看着我，不要胡说八道，知道吗？那些叛徒师哥都是昼夜之极，阎鹤祥才是心腹大患。可以啊，没关系啊，徒在外，师命有所不受。不开玩笑啊，说点正经的。这个，怎么说呢？我来这儿了，有好多人问了我很多老问题啊。导演问我说：“阎鹤祥，当年你为什么选择跟郭麒麟搭档呢？”我说：“哥们儿，你真逗，我选择，你老板的孩子想跟你合作，那是你选择的吗？我要能选择，我就是老板了。”但是没办法，因为我搭档郭麒麟，还有我师傅郭德纲先生都太有名了，这可能也是我，一直也没法摆脱的一个标签。我并不想摆脱啊，但大家都想做自己。就像大林刚出道的时候，他也想摆脱他爸的标签，他想做他自己，我很理解的。但是没办法，这个东西就长在你身上，包括我也是。但有些标签我不理解，同志们，就是我在网上大家叫我德云太子妃。
就是哀家很不理解，本宫很疑惑。这个大数据很厉害，你知道吧？就头些年我的关键词都是太子妃，天天给我推戴安娜。然后今年好了，今年开始推凯特了。哎，真是说相声的，辈儿还越来越矬。你看，于老师也不能幸免啊，于老师叫相声皇后。所以你看，我跟于老师在单位关系很融洽，因为不想感觉婆媳关系不好。很有意思。有时候我也问大林，我说有一天我跟你师傅同时掉水里，你会救谁呀？大林说我要救我师傅，因为我爸爸不能像你一样没搭档。我师傅很心疼我，我师傅说有一天大林要真不说了，我跟于老师我们两口子就带着你，咱仨一块儿演出。后来试了几次不行，观众说看着很可怜，起个名字，这叫德云留守家庭。你看，没办法。后来我跟我师傅说我要出去单飞，做点别的事儿，然后我师傅说不行，你得给我儿子守着呀。啊，确实很封建，没办法。我一说我自己干，我师傅就会打岔。我跟我师傅说我想去说脱口秀，我师傅说你认为咱们这儿谁丑陋？我说师傅我想去说脱口秀，我师傅说对，咱相声不能守旧。我说师傅要说脱口秀，我师傅说对，于谦喝完酒就是口臭。这是相声的技巧，如果不可乐，不是相声的问题啊。非常有意思。然后怎么办呢？我还是自己出来了，我做了一些单口喜剧的尝试，然后我发现有好多问题啊，观众会给我们出主意，说你们相声太传统了，你们应该学习单口脱口秀，做一些跟观众的互动。但我说有一些他不能瞎借鉴。我在线下看过好多单口喜剧啊，他们来跟观众介绍，你比如说问老刘吧，俩人啊一块来的，一男一女。你们俩什么关系？没有关系。他是你男朋友吗？哦，是。那么有结婚的计划吗？这说相声不能介绍，我们怎么互动？你们俩什么关系？他是你爸爸吗？哦，不是，那有相认的计划吗？那非打起来不行啊。但我觉得脱口秀有时候可以学一学相声，一些有节奏的介绍方式啊，他们经常会有一些就是没有底的结束啊！谢谢大家，我是周奇墨。谢谢大家，我是王建国。谢谢大家，我是庞博。就特像客服，你发现没有？你应该学学相声嘛。周奇墨就是我呀，庞博就是我呀，很有意思。然后到最后呢，我决定不行了，如果隔行如隔山，我就做点别的事儿吧。可能有人了解我，开始骑摩托车周游世界。啊，我跟我师傅说，师傅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师傅他顿时很感动，因为他看了很多书，他对人生啊，他理解。他说：“你给我滚啊！”我说：“师傅，我要积累素材。”我师傅说：“那你旅行的路上有妖怪怎么办？”我说：“师傅，一般妖怪只吃师傅，您不去他没得吃。”我师傅说：“那你为什么要骑摩托车呢？”我说：“摩托车也是搭档，不骑了可以锁起来，他不会抛弃你。”说两个旅行的趣事。我在秘鲁的时候，因为我在国外没法跟大家介绍我是一个相声演员，我一般真的简单的盗用你们的名号，我说我是一个脱口秀演员，或者说是单口喜剧演员。我在秘鲁的时候，有一个秘鲁警察跟我的西班牙语翻译在交流，我那个翻译跟这个秘鲁警察说我在中国还是一个很有名的喜剧演员。然后我那个秘鲁警察呢，拿出一个手机，翻出一个视频跟我说他是我的粉丝，结果那个视频是鸟叔。我在伊朗
我在伊朗的时候，有2个伊朗的朋友跟我的波斯语的翻译聊完天以后呢，跟我说了一笑话，说我波斯语翻译跟这个伊朗朋友说呢，说我这个人在中国是一个有名的喜剧演员，然后那个伊朗人跟那个伊朗人说，这个人我认识的，他一定是成龙。然后那个伊朗人说，你不要胡说八道，成龙不会来咱们这儿的。然后我那个翻译说，这个人在中国还是有几百万粉丝的。那个人马上改口，他就是成龙。我之所以做这么多事儿走南闯北，还是做一些新喜剧的尝试，我还是想把相声这门传统艺术跟这个新鲜的世界做一个万能的接口，所以不要管我叫德云太子妃，可能的话可以管我叫德云 Type C。好，这就是我一个寡妇失业搭档不说相声周游世界的单口相声演员阎鹤祥，就是我呀。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峥。电影《逆行人生》正在暑期档热映，希望大家到影院支持，谢谢。不是喜剧片啊，是现实主义电影，现实主义电影有笑有泪的啊。好，今天的任务就完成了，谢谢。这个是主要任务接下来就是次要任务。次要任务呢，来到这个舞台上非常高兴看见很多熟悉的老面孔、新朋友看到很多青年演员呢，我是很有感慨，就是看到他们就像看到我当年一样，是有激情、有梦想、有刘海对。现在刘海我已经没有了，所以呢。你们的今天就是我的昨天，但是我呢，再也回不去昨天了如果能回去的话，就变成逆行人生了不好意思，又宣传了，对不起，不说了我其实跟在座的各位演员一样，都是从剧场里面走出来的从小就在剧场里面演戏每当放学了以后呢，我就骑车到这个剧场，然后在剧场的后台做作业。这真的是在那儿写作业，然后轮到我上场了，我就去演出了然后回来一看就很奇怪，就作业也不见了，然后老师批的卷子也不见了对，我跟老师也是这么演的老师每次就看着我说，来演，你接着演你演的这么好的戏，给我一个人看可惜了，来把你爸妈都叫来然后我妈就来了，我妈来了说，怎么还撒谎呢？你跟谁学的？我说我跟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学的。然后那天我的脸上掌声雷动，我说妈，你别鼓掌了，我脸都肿了做喜剧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坚持自己的标准。那小的时候呢，我在排话剧的时候，因为一个调度一个走位跟我们老师吵起来了。他呢坚持让我那么走，而我觉得我应该是那么走在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其实艺术是有真理的，真理就掌握在安福路第一小学3年2班文艺小队长徐峥的手里面。就是老师觉得我不讲道理，但是我觉得我得讲真理。我们2个吵得不可开交。那现在想一想，其实呢，1000个人心里有1000个哈姆雷特，这句话我牢牢地记住了，因为老师罚我抄300遍。今天看到很多新人挑战老演员，我确实很感慨，毕竟这些老演员我都很熟悉像周奇墨庞博杨笠王建国这王建国，我每次在电视上、在电影上，我看到李雪琴，我都会想起王建国。就不知道王建国现在在干什么呀？他还好吗？对。其实做演员是很容易被新人打败的，因为观众永远需要看到新面孔，需要看到新鲜的血液。你看那个贾冰他长得虽然比我老，但是大家还是觉得他新鲜，老新鲜了。来这个节目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喜剧之王这4个字。喜剧之王呢是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周星驰拍的，大家都知道你想想看，那个电影的结局，最后尹天仇他没有拍成他的电影，没有当成电影的男主角，最后还是回到剧场里面了，去演雷雨去了。那个场景其实非常感动的所以呢，有一天如果大家真的成为了喜剧之王，希望各位不要忘记回到剧场。当然，没有成为喜剧之王也不要伤心，因为你们会更快的回到剧场。咱们剧场见，谢谢大家，我是徐峥。
大家好，我叫史岩，加油，大家好，我叫史岩，然后我来自东北，我平时在沈阳那边讲这个脱口秀这玩意儿，你们也能听出来，其实我这个人性格也是比较开朗，语速也比较快，是东北的一个属于一个 I 人吧，其实 I 人在东北生活还是挺费劲的，在东北你甚至都很难表达害怕。有时候我自己都纳闷啊，我说我这个性格怎么还能在东北这么一个遍地都是狠人的地方还能正常生活呢？我自己想了一下，其实在 I 人这个概念出现之前，还有一个词儿专门形容我们这个性格，叫腼腆，但是我家长辈们他们不认识这俩字儿，不认识的。我从小到大，他们跟别人介绍我的时候，都跟人家说，咱家这个孩子吧，挺腼腆的，哎，挺腼腆的，是不是一听就是个狠人儿？这节目挺好，这节目我刚才在底下看了一圈，这节目 I 人跟 E 人都齐了，爱奇艺嘛，用到了一个比较罕见的喜剧技巧。拍马屁。哎，这节奏挺好的。这也就是我为啥现在能在一个物业公司上班。就是物业这个工作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工作在我们东北这边吧，就是这个工作倒是挺稳定，就是办公环境不太稳定。我们办公室那个窗户吧，有时候有玻璃，有时候没有，这个代表了我们的用户满意度。没有玻璃的时候就是不满意，有玻璃也不代表满意，有可能还没找着砖头的呢。真的有的业主的要求我们永远都满足不了。之前有一个业主给我们打电话，说让我们把小区里所有的感应灯都给换了。他说他害怕，他说灯亮的时候吧，我就感觉鬼来了。灯灭了，我又不知道鬼在哪儿。我说我知道，不知道鬼在哪儿的时候，一般来说鬼都在你后边。这人他就跟灯过不去，后来让我们换那个电梯里头的灯，他说把电梯里都给我换成紫外线灯，我要把病毒杀死在我家门口。紫外线确实是能杀菌。但是那玩意儿照时间长了致癌呀，会给人留下一身特别干净的癌细胞，所以后来就没给他换。咱们也是害怕，你要是杀不死他的话，会让他变得更强大。秋天也不好干。一到秋天，我们东北那边就开始晒秋菜就晒大白菜、晒大葱啥的我们准备过冬了，但是晒大葱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丢大葱。丢大葱，我们就得给他们找大葱。天天这电话接起来就跟我们喊你们物业都没有人，那能有人吗？都找大葱去了。真的啥都找物业。前一阵有个业主给我们打电话说让我们帮他家撬门，他说他把他家钥匙锁车里了，车钥匙锁家里了。我说你这么复杂的情况，你就得找专业的小偷了。要不你往家里头放块大葱试试呢，是吧？没准门自己就开了。真我在单位啥都干，还让我做工资。
但是我跟你们说，做工资就是做减法，就是作孽呀，就是咔咔给人家扣钱。之前有一个同事休了几天丧假，按照公司这个规定吧，就给他发了300块钱慰问金。到月末，老板让我给他勾回来，月末我就扣他500块钱满勤。真的，这工资表做完，我自己都懵了。我说人家办事儿，咱咋还挣200？除了做工资，还让我收物业费。我现在收物业费这个活儿，经常能得到我们业主的肯定。他们一来的时候就说：“啊，你们收物业费的时候挺认真呢。”我说：“你反映问题就反映问题呗，你夸我干什么玩意儿呢？”其实我们物业这个工作吧，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工作，它跟踢足球差不多少。就是你也不需要有啥技术，能扛住骂就行。这能扛住骂就能挣钱。有的时候来的那人我都不知道是业主是球迷呀，那好像就是球迷走错场地了呢。忽然来一帮人，当就给门踢开了。我们花的钱养你们这帮废物。就是这种感觉，这个就是史岩的感觉。但是我们老板能扛住骂他跟我们说，他说没事儿，让他骂吧，以后骂咱的人多了，咱还能接着广告呢。他说以后要开一个直播，完了让各位老铁把废物都打在公屏上讲到这儿吧，谢谢大家。大家好，我叫王耀凡，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我的工作。我是一个法医，对，大家平时应该很难见到法医，尤其是活着的时候。前2年有一个很火的话题，他问：假如你的老板掉进河里，你的专业能为他做什么？我的专业得等。等他被捞上来。大家对法医的印象可能都是来自于影视剧，那里面的法医一个个又高又帅，真的很过分。有时候我跟朋友介绍说我是个法医，朋友反应都是不像啊，做法医长那么帅没有用，你再帅我们那里没有人睁开眼看你。不可能说外面来一个很帅的法医，里面就开始尖叫。这个法医好帅呀！我死了，我死了。不会。所以在我们那里，长相不重要关键是要有力气，因为得抬来抬去嘛。我刚做法医的时候，手脚很笨，抬到一半掉在地上，真的丢死人了。哎呦我天哪！我当年学法医完全是个意外选导师的时候，有些很热门的导师我怕抢不上，于是我选了一个相对冷门的导师。听说有人选他也很激动，约我马上见面，但是见面地点在太平间。我就看着那一排大冰柜，心想我选的冷门导师该不会是冷柜专业吧？那一见面导师就告诉我，他说：小王，欢迎加入法医。我说：老师，您的简历上没有写法医。他说：对，之前写了没人来。我就在想，我到底要不要继续来学法医？然后我导师一句话点醒了我，他说：小王，别的专业各有各的好，但我们法医绝对不会有医患矛盾。我想对呀，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法医是不可能收到差评的。
很多人一提到法医会联想到一些恐怖的情节啊，一个人面对尸体啊，其实一般不会啊，因为涉及到一些证据的有效性，我们法医很多时候是不能单独面对尸体啊。工作现场人很多，有拿刀解剖的，有拍照摄像的，还有新来的在旁边吐的。有朋友很好奇我们法医的收入啊，就别的单位我不了解，在我们单位，我的收入方式是计件的。境界太地狱了。就这种薪酬制度，你要在别的行业可能很科学，但是在我们这里很难提高我的工作积极性。想加班是没有机会的，这个机会也不能自己去创造。啊，真的很喜欢在台上讲段子啊，很喜欢这里的氛围，这里活人多。阳气重。有时遇到冷场我也不怕，因为我那边场子比这里冷多了。冷贵专业嘛。我反而担心的是大家过于热情啊，有观众在后面喊笑死人了。那在我听来感觉又要加班了。非常感谢大家热情反应，我是法医王耀凡。哈喽，大家好，我叫多多，我现在在上海读研，学的工科电气工程。我非常不喜欢这个专业。我高中的时候想学表演，当演员，我爸非逼着我学工科，也不说为什么，就只会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不理解这两句话，除了押韵，还有什么逻辑？学好数理化，没让我学英语。走遍天下，走遍上海的困难。走遍天下都不怕，也没说怕什么，就反正什么都不怕。我要是走在路上遇到有人抢劫我，让我把钱交出来，我说等一下，要钱没有，但你看化学95。我抢劫犯说厉害厉害，不抢了不抢了啊！我把这些货讲给我爸听的时候，我爸根本就不在乎，就在你面前换一套逻辑。那小孩子没见过世面，什么都不懂。听爸的准没错，我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都多。我听到这句话，我脑袋里的逻辑体系彻底崩塌了。吃盐是重量，走路是距离。我怎么比？我要是相信这个，那怎么学好数理化？因为我的学校、我的专业还有我考研这些选择，全都是我爸替我决定的。我就经常在想，我为什么要读书？有没有可能我就是一个工具人，在帮我爹读书？我爸高中都没读完，没过几年，我哥就出生了。我哥6岁上小学，5年级逃课去网吧，4季风雨无阻，3餐简单对付。我爸可能觉得这个号练废了啊，那一年我又出生了，整个时间线相当有逻辑性。那现在我这个小号不行了，这个电气工程专业我学了6年了，大学4年，研究生2年，年年倒数。就我现在学业焦虑，我都不是害怕不能毕业，我怕我真毕业了，顺利进入我们电器行业，我怕他招不住。就我在手机上刷新闻，说我们电力行业某些领域又有了新的突破，即将实现全面自动化，减少人工操作。我心想你可快点吧，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就关键我爸对我期待特别高，每天向咪咪给我打电话，儿啊，你要好好努力，天天学习，长大以后挣大钱，光宗耀祖。我不理解，祖宗是大家的祖宗，你怎么不努力啊？
就这2年最让我难受的就是，我发现我跟我爸完全沟通不了。我跟我爸说：“爸，我现在的生活很痛苦。”他说：“那你别痛苦，你有的吃有的穿，有什么好痛苦的？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讲脱口秀。”他知道我每天为了讲那种开放麦，来回地铁4个小时，1分钱挣不到，只为了上台当几分钟小丑。共情了。他问我：“哎，你为什么不把那些时间啊拿去要饭？”还能为什么？地铁不允许。节奏蛮有意思的。我说我想休学1年，我想停下来思考一下到底想要什么，喜欢什么。这句话在我爸听来就是我不想活了，我要自暴自弃，就完全没有办法沟通。很多人说父爱如山，什么叫父爱如山呢？就是你和他说话，传回来的只有回声。我说我不快乐，传回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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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咸鱼啊，我是一个恋爱达人。我买了我人生中第1瓶男士香水，那个快递到了，你打开，拿出来，你都不知道喷哪儿，那个什么，上网现搜的，我才知道原来男生跟女生喷香水的部位是不一样的。男生喷香水，你要喷在这儿啊，要喷在这儿，这样女生比你矮一点，然后你跟她说话的时候，她就好像啊，就是这样。女生高呢，你就喷在这儿，是吗？他就是这个逻辑，你知道吧？这个恋爱技巧你学了。大家好。爆！我先就是自我鼓励一下，拿去，yes，OK，耶。为什么呀？啥意思？我不知道。就是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啊。我是糯米，做个自我介绍啊。有些朋友可能不认识我，但应该大概都听过我的歌啊。谢帝，我要给你。啊，可以，不能再唱了，不能再唱了啊！再唱的话，谢老板真的要来跟我了，对。跟呢就是我的口头禅，大概就是动手 diss 的意思。开玩笑，我是很 respect 谢帝的。这首歌火了之后呢，我们还见了面。当时我很怕他不开心，但他一直笑眯眯的，说没什么，加油，好好做歌。我当时很紧张，我说我不做歌，我做弟弟就行了。谢帝，你永远是我谢哥。你们可能就是一直注意到我在说伊那些，我是因为看到很多国外 rap 一直都这样说，就学会了。现在想改也改不掉了。那时候听别的 rap 的歌，都是开着大牛带着女生，我不知道大牛是跑车，我以为他们唱的就是农村生活。对的，是，我还奇怪呢，我放的牛都是摸摸的，怎么他们的牛都是嗡嗡的？但我认同一点啊，就是牛确实快，因为我放牛过一头，那头牛还是我对象家的。之后呢，就是他的老爸也跟了我，对，我不知道不同意我俩在一起，虽然没有牛了，我和他爸爸之间也有了 beef， 对。是。后来我就理解那些 rapper， 原来你没有大牛，真的会失去爱情，对。从大男生出来以后呢，我就进厂工作了，所以我和大多数 rapper 不一样，他们打碟、打架子鼓，我打螺丝。他们代表的是 CDC、CSC 活死人厂牌，我代表的是深圳市兆易科技电子厂。但是我最后还是离开了那里，我和车间主理人的理念不合，我就退出了兆易科技电子厂，加入了新的厂牌，也拥有了人生中第1辆车——挖掘机。我每天的生活就是开着工地配的挖掘机，追着日落，被工头说是有工程的地方我都去过。Thank you。有点紧张啊，对。后来呢，有一天我开挖掘机，不小心
撞倒了一堵墙，又被工体主任给给干了。对，他喊我糯米，赶紧把挖掘机吊臂放下来。我说 OK， 抓了 B。有些人说我不像 rapper， 倒像是搞喜剧的啊。其实我挺开心的，你那是不？因为我最开心的电影就是偶像星爷的电影《喜剧之王》，我觉得我的经历跟倚天仇挺像的，有那是。但粉丝老板你们放心，我没有跟女孩说我养你啊，我这在餐厅，在挖掘机上赚钱，养着我的梦想。我是 rap MC 糯米，谢谢大家。又来上海演出了，几年了已经。每次来上海我都特别感叹，朋友们，就是上海太洋气了。前2天去了一个朋友聚会，聚会上一半人都有英文名，另一半老外。我没有英文名，哪怕我当年甚至还在国外上过几年学，我都没给自己起过英文名，我用的是我的中文名拼音，东拼音是 DONG， 美国人是这么叫我的，懂？哎，跟我河南老家农村那个傻三叔叫我是一模一样的，朋友们。每次我去星巴克买咖啡，店员做完那个咖啡叫我说“Mao 等”，我说“哎，三叔”，勾起了我的思乡之情。我说这想我的风到底还是从郑州刮到了大洋彼岸呀！哎。最近又获得了一个新称呼，朋友们。最近有时候遇到一些新朋友，会出于尊重叫我毛东老师。这个称呼我不是很喜欢，而且最近甚至有了点阴影。朋友们，有一次非常不愉快的经历。有一次我骑着电动车去赶演出，在北京，我在路上看到一辆汽车，它变道没打转向灯，差点挤到了一个也骑着电动车的老大爷。那个大爷跟他理论，司机态度特别恶劣，我当时真的火就起来了。我说这太不尊重我们骑手群体了。我当时就驱车上前，我说我要跟这个司机理论一下，我想骂他2句，但有时候人是这样的，我太激动了，我嘴已经张开了，但我还没决定说啥，我就只能在这啊。那司机也懵了，司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纯粹的、不含任何信息含量的开场白。我俩收拾了一下心情，正式开始对线。我们非常激烈且全面地问候了双方的亲属。我跟你说，那骂得可脏了，但骂了有1分多钟。我最后说：“我说有种你给我下来，因为在咱们北方啊，当你吵架吵到一定时间的时候，总要有一个人率先发出这种邀约。”要不然会显得非常的尴尬。我当时想好了，只要大哥下来，我就立马驱车驶离。我不是怕他，我主要是怕耽误演出。我当时想了，我说大哥这么着急，他不一定会下来吧。大哥那天挺闲，大哥就一边开门，一边冲我叫嚣，他说：“小子有种你别走。”他这话说到一半，他愣住了，他说：“小子。”有种你别，毛东老师，尴尬，朋友们，真正的尴尬不是大吵大闹，而是在你使尽浑身解数展现个人低素质的时候，对方突然向你发送了一个尊重。我真的太害怕这种场景了。我这人本来就好面子，自从干了这一行，干了这个工种之后，不瞒大家说，虽然不是啥大明星，但有时候有些观众会认识你。我内心深处最大的恐惧就2个，一个是在外面吵架被观众认出来，一个是在外面讲价被观众认出来。哎，这个也发生过。去年上半年我去大理旅游，订了一个民宿，350块钱一晚上。我 check in 的时候，我说你这淡季，我说你便宜点吧，你350块钱，我说你便宜50，都是学生，你便宜50。然后那个姑娘说，哎，她说你是那个讲脱口秀的毛东吧？我说原价就可以了，再给我涨20%也是可以的。我好面子，我生怕人家看不起我，所以说当那个司机开车那大哥把我认出来的一瞬间，我太尴尬了，
但是人家满脸陪笑，咱怎么办？咱身手不大，笑脸人，我就只能装模作样，娇嗔般的呵斥了他几句。我说大哥你也是，我说你这不能因为喜剧审美好你就出门不遵守交通规则啊。说到这儿没话可说了，我只能转头说那个大爷，我说大爷你也是，你出门不能总依赖别人遵守交通规则啊，男孩子出门也要保护好自己。这么多年了，咱俩还骑电动车，工资涨没涨，努没努力，反省过没有？反正这事儿之后我是明白了，朋友们，我是担不起毛东老师这个称呼了，大家之后叫我毛董就可以了，谢谢大家，我毛董。大家好，我叫唐香玉。之前参加了脱口秀节目，当时我还是我们村里第一位女硕士。节目播出之后，现在是村里第一位女艺人。我们家族连夜修改了家谱，以前给我写的就是唐氏四子长女，连个名字都没有。现在给我改成唐氏四子长女相遇（括号上过脱口秀节目），还说以后我每上一个节目就再给我加一个括号。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将来很可能给我单独建一个祠堂。去相亲也有优势了，人家说我有车，我有房，我说我有个祠堂。家里还是在催我找对象。今年的形势更加严峻，连我弟都快结婚了。我爸愁坏了，他说你到底结不结？你不结，你弟还得结。我说他又不是跟我结，这都得赔一个吗？我现在还不想结，我妈说我知道你不想结，但你先结。问题是我跟谁结？他急了，你先别管跟谁结，你先结。我已经听不懂了，都说现在婚姻自由，没想到这么自由哈！这玩意儿都能预售了吗？到时候去民政局登记，人问我男方呢，我说你先别管，你先下单。30个工作日肯定发货。家里很怕我将来没有人要，从小就给我预设了一个婆家。4、5岁的时候就跟我说，你不叠被子，以后婆家笑话；不会包饺子，婆家笑话。所以我从小就觉得婆家好像不是啥好地方。我从幼儿园就开始恐婚了。那时候你要跟我说狼来了，我一点都不害怕。你要是说婆婆来了，那我就想从学校里逃学，也得回家叠被子，一边叠被子一边包饺子。不光父母催啊，有亲戚们也来操心。有个大娘，甚至连我的名字都忘了，却还记得我的年龄。30了哈，可留不得了。我吓一跳，是要除掉我吗？他说再不找，就真的没有人要了。我说那你就除掉我吧。还有人来提醒我，你弟的媳妇儿将来进了门，以后你就是外人了，你知道吧？我只知道嫁出去了是外人，怎么嫁不出去也是外人？我到底是哪里人？里外不是人。他们的意思是家里的房子要给我弟，以后我回去可能都没有自己的房间了。我弟一听就急了，凭什么呀？不是说给我买个新房子吗？他们把这个矛头转向了我表妹。你姐姐已经魔怔了，你要是不赶紧成家，以后就跟她一样，到处漂泊，没有人管。我表妹都要哭了，还有这种好事啊？这俩她当场发誓要成为村里第2位女硕士。
啊，生育率没帮上忙，升学率我带起来了。我说表妹，你千万别害怕，没有家不要紧，咱还有个祠堂呢。你也别叫我表姐了，叫我堂姐。我不是不想结婚，只是还没遇到合适的。就像现在，我也没想出合适的结尾，但我决定听我妈的，不管了，我先结。好，谢谢大家，我是谭玉，谢谢。大家好，我叫小海，我今年已经结婚8年了，但是我感觉好像也撑不了多久了，因为我老公现在全职在家炒股。你们知道全职炒股有多花钱吗？我甚至希望他全职花钱。他炒股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我没有办法辞职了。本来我都打算辞职了，全职搞喜剧。但你知道，一个家里不能一个人全职搞喜剧，一个人全职搞股票，2个人都在搞笑。我现在都不敢跟别人说我老公是干啥的，因为他们那个回答就好像我说的是我老公死了。你老公干啥的？全职炒股。你也不要太难过了。好好一个人，可惜了，家里老人还不知道吧？所以现在别人再问我老公是干啥的，我就说他是3个上市公司的股东。不过他现在也没闲着，他现在开始搞一些副业，他现在开始写小说了，已经写了10万字，还成了签约作者。那天我看了一下，每天收入还挺高。每天能挣5毛6。朋友们，我老公还没我余额宝挣得多。日薪5毛6，月薪16块8，就他这个工资，都买不起爱奇艺的会员。以前他看不起我说脱口秀，现在是真看不起了。日薪5毛6，哎，你们知道吗？1度电就5毛6。他每天吭哧吭哧写半天，还得用2度电。每天用2度电挣1度电钱。这个梗是他给我的，我给他转了200，够他干1年的。他那个小说我看了，10万字，你就感觉字里行间流出大大的2个字“垃圾”。但我还是跟他说写得好，因为我觉得作为妻子，我应该支持他创作，因为这个赔得少。不过我觉得他炒股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我感觉他好像越来越贤惠了。他赔的钱越多，他会做的家务就越多。现在每天给我做早餐，还目送我出门上班。我觉得好像男人拥有的财富越少，这个男人就越好。男子无才便是德嘛。我觉得咱们这个股市啊，就是好男人的生产线，好女人的加油站。真的，姐妹们，以后你们找对象不用上什么约会软件，你就上同花顺。一个渣男都没有呀！哎，全中国的好男人都在上面趴着，你看他怎么对股票，他就会怎么对你。你看他那股票都腰斩了，他还是不抛弃。所以就算你哪天上半身都没了，只剩2条腿，他也会坚定地看着你说：“我相信你能长回来。”我先讲这儿，谢谢大家，小海。好久不见了，朋友们，你们好吗？好啊，好就行，因为不好我也没有什么办法。我的处境有点危险呐。你们是没看着上面那集，你们不知道挑战魔王的选手有多么凶狠。上一场的魔王也很丢人呐，庞博、周奇墨，让人新选手打得稀碎呀，碎的都拼不上啊。现在轮到我了。大家祝我岁岁平安吧。
太崩溃了。录这节目太累了，但是也有好事发生啊。就是前几天我们4个魔王一起飞了一趟香港，见到了周星驰先生，是吧？多开心的事儿，聊得也很开心啊。星爷呢，甚至非常谦虚，他甚至还询问我们说：“哎，就这个脱口秀这种创作，哎，你们平时是怎么写的？”我心里想，我们平时是拿这个电脑写的啊，你轰龙没有电脑吗？但是人家周奇墨就能讲出东西来。周奇墨就说：“哦，这个脱口秀啊，就是先找到一种这个负面情绪啊，然后再用段子去化解，具体是这样的，就巴拉巴拉的讲了一整套。”然后其他人听了就频频点头啊，只有我眉头紧锁。我心想，就他讲的那些玩意儿，我怎么全都不知道啊？我怎么回事啊？我虽然啥也不知道，但我也很想表现一下，我觉得我也很幽默的呀。于是我就等周奇墨全讲完，我就扭头盯着星爷，我说：“你学会了吗？”完了之后，我说完就看着这个被我营造出的这个气场啊。我就看看星爷，我就看看周奇墨，我说他好像找到负面情绪了，你倒是用段子化解呀。没办法，我就这性格，就我特别喜欢当跳梁小丑。这个世界太严肃了，一严肃我就紧张，一紧张我就特别想跳梁。我经常被自己说出的话吓出一身半的冷汗。没错，朋友们，我已经是个中年人了。身体非常虚，什么事儿都做不好，但唯独特别擅长出汗。1身半那是起步价，随随便便就出2身汗，单身汉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不好意思，朋友们 ，I'm back，I'm back， 我是自行车啊。别人到了中年就是油腻，就完事儿了。我的中年油腻，同时非常俏皮，就特别的烦人。跟我在一起工作的时候，你们那个感受会是很错乱的。你很难想象一个人刚才还在教育你，给你讲大道理，但是当他洗完手之后，又突然冲到你面前，往你脸上弹水。人家都夸我说王建国做事那真是泾渭分明，人家这个职场霸凌，职场是职场，霸凌是霸凌，毫无关联。就被我谈完的人摸着这一脸的水，哎，都不知道说啥。他说：“你这也不是 PUA 呀，你这是破挖啪呀。”你这个梗啊，就是哇。我当不好一个中年人，于是我就会对自己有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担忧。我就想，我说将来我要是有了孩子会是怎么样啊？我要是把我的孩子教育成了我这样的人，那可咋整？我都能想象，是吧？老师在台上上课说，已知这个三角形啊，顶角是32度，通过这些条件呀，怎么求出底边的边长？我的孩子就在台底下念念叨叨，是吧？边长求不出来啊！我觉得这个三角形边长莫及。回家之后，你可以想象，他考完试回家之后拿着卷子，一张3分的，是吧？一张6分的，然后他就在这问我，说：“爸爸呀，你别生气啊，你别生气。这个我给你出个题吧，这个3呀加上6等于多少？”对喽，都在9里啊。想想就让人上头啊。所以喝酒啊，还是要喝真正纯粮、好喝不贵的老村长酒。老村长不上头。喝酒还是一定要适度啊，一定要适度啊。我想学着当一个很成熟一点的人，但是你要问我这个人类身上啊有什么品格呢？是我就比较欣赏的，我还是觉得我最欣赏调皮。我就说一句成熟一点的话吧，就我永远无法跟一个不调皮的人。天下第一最好，所以这个人间的事情啊，什么不管是什么换个工作、录个什么新节目什么的，
我都会很认真的对待，但是我永远无法很严肃的对待，就是这些就不如调皮重要嘛。就知道大伙儿都忙，也尽量不打扰你们是吧？但是希望大家如果能在百忙当中偶尔调皮那么一下就挺好，多余一下就容易挨揍了。都在酒里，谢谢大家。